不能动啊！我又把手雷挂上了。笑！我严肃地批评你，今天差点犯了大错误。什么大错？孙怀民在场，你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我？我身边随时随地都可能会出现敌人。如果他要在电话里大喊大叫，那怎么办呢？嘴巴都堵着呢，大喊什么大叫？再说，你没出什么事儿，还没出什么事儿，你当我看不出来是吗？陶月玲，我在非常认真严肃地给你总结孙怀民的问题了。你给我站起来！冲我喊什么喊？大人说话，小孩子不能偷听，这是起码的礼貌，知道吗？那我妈是女人，尊重女士也是最起码的礼貌，你知道吗？你冲她喊什么呀喊？你也别笑，跟这么一个狗特务在房间里面嘀咕。行了行了啊，小姑奶奶，什么话都让你给说了，回屋去，回屋待着去。行了，六子同志，继续批评吧。方家树同志，我就喜欢叫六子。行吧，你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。我们总结一下，为什么会让孙怀民发出求救信号？以后不会再发生。没有以后了，你现在就得检讨自己，没有再犯错误的机会了。我傻行了吧？我就是傻，才给你们家做童养媳。我在跟你讨论工作呢，你扯这个干嘛？再说了，那会是我愿意的吗？我们不都是封建思想的受害者吗？你受害？你受什么害呀？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那小石头就是封建思想的产物。你怎么又扯到小石头身上了？现在不是说谁是受害者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总结工作上的失误。你别忘了，你是组织上派来配合我工作的。组织派给我的任务，我会积极配合。关于孙怀民的事情，我以后会多留个心眼的。这是多留个心眼的事。哎呀，行了，六子，这儿就咱们两个人，用不着给我摆上级架子。你赶紧告诉我呀，老赵有没有消息？他拿到旁边金石修理铺的一条轮胎，浮在水面上，划走了，所以他现在应该是安全的。太好了，老赵是聪明。哎，我心里这块石头算是落了地了。还落不了地。李丽现在这件事情上瞒住了所有人，包括叶县长都不知道。他今天还让我去现场调查呢，还继续他的甄别，一时还完不了。这个狗特务怎么办？先别管了，你这几天也累了，好好休息一下吧。你也是。乐言，妈这说正事儿呢，你能不能不要添乱？几个月过去了，连个杜鹃的毛都没摸着。你倒好，为了几百块钱跑到汇丰银行跟洋人动枪，谁给你的胆子啊？那存款单上本来就有钱，凭什么不让带领？存款单上有钱，那也是人李正勋的，跟你有个屁关系！死人的钱你也要？您不是说过我捞点钱您不在意吗？您还说过，整个76号就信任我一个。可这天合唱和老垃圾桥的事儿，您是一个字儿都没跟我提过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问题。没什么问题，你提这个干什么？你捞钱我管过你吗？
嗯？可你捞钱跟洋人动枪就不让我管了吗？反正都是钱，我管他是不是洋人呢？你不管洋人，你不管杜鹃了，查杜鹃才是你的首要任务。杜鹃是日本人让点名查的吧？日本人厉害，让他们查去，就知道跟我喊，没见谁跟日本人喊去啊？我知道你的心里是怎么想的，我知道全国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。你们都觉得我在这里天天对着日本人唯命是从，其实只有我才是真心为了国家好。乐言，我听你妈妈说，在武汉的时候，你就特别懂事，特别会配合你妈妈做事情，对吧？我相信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也一样会配合妈妈做事情的，对不对？妈，他说的是什么事？在别人眼里，我和你方叔叔就是夫妻。我们两个要是不假扮夫妻的话，别人就会怀疑我们。啊，说1000道10000，你们两个就是要睡在一张床上是吧？你小声点行不行？别的我不管，这件事儿门儿都没有。要不，咱先不睡在一起，反正都10年没见了，不睡在一起也很正常。不是那么简单。澡都洗了，叶星辰也看到了。即便睡在一个屋子里，也是你睡床上，我睡床下。我不是怕别的，就怕李立新或者叶星辰突然闯进来，就像叶星辰突然把孩子送回来一样。那个方家树确实没有什么问题吗？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您想啊，如果方家树是杜鹃，他干嘛在这个节骨眼上把老婆孩子接来，给他陪葬了？也许是个障眼法，也许那女人根本不是他老婆，那2个孩子也不是他亲生的。那小女孩先不说啊，就那小男孩，那嘴跟方家树一模一样。那你这次叶问天长得还跟你一样的，那是不是你亲生的？姐夫，你要提这事儿，这活我没法干。哎，对不起，瞅瞅你的伤心树了。来，你自己管不住自己，惹出那么一堆事，还不是人笑话了？多大个事儿！来，你喜欢天雾处的苏小姐吗？对方家树很有看法啊。说，到底有什么看法？有看法又能怎么样？您不是说得有证据才行吗？没错，是没有苏小姐干扰的，扎扎实实的证据。那没有，你再想想，没有就是没有，那能想出来吗？那就算有。我一说，您又得骂我是为了苏小姐假公济私。我不骂你，你有话就说。那我说了啊，说。就前几天，李正勋死的时候，明明是一脸的苦相，可这方家树处理完尸体之后，那尸体一脸的笑容，笑得可美了。我就说这不叫什么证据吗？非让我说。这张条啊，别在这里说。
这张条我反复看过了，我没看出什么。如果这是海潮传递给我的情报，应该是跟李立行有关，对于我们处置李立行是有帮助的。其实你往简单的想，这是银行的纸，上面还有数字，会不会是存款啊？我想过，但是真就这么简单吗？我把这数字加在一起算了一下，就是这个数，1039。1039。赢一次，给你一块大洋；输了，亲一口。怪不得会有印象。这张信笺是汇丰银行贵宾客户专用的。如果李立行真的有这么大一笔钱的话，那么他一定就是可以进到贵宾室的。可是我之前真没往这儿想，就是银行存款这么简单。你脑子里弯弯绕太多了，说不定就这么简单。但是这76号的一个主任，怎么会有那么多钱？76号个个都是捞钱的好手，钱多的不正常，才是重要的情报。我可以到银行利用关系查一查，也许你的判断是正确的。我哪有什么判断呢？就是过日子那点事儿。军统那边已经下命令了，要么在李立行的密谈室安装电话炸弹。那就可以让军统动手，就没咱什么事儿了，你也可以安全了。哪有那么好的事儿啊？虽然说我们制定的计划通过特殊的渠道送到了军统的高层，让军统觉得李立行是非杀不可，但是到了最后执行的时候，还是要回到基层的潜伏人员身上，而我就是军统的基层潜伏人员，所以还是得我亲自上。你还是军统的人？秘密这些的工作很复杂，仅有一个身份是远远不够的。那你这脑子能转得过来吗？习惯了，拎得清。绕来绕去，这事儿又绕你身上了，这也不是街道杀人呐。还是不一样的。军统会有很多的人来帮我，我以军统的身份参与，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我们的地下组织不会遭到破坏，这是很有意义的。那倒也是。咱们就这样待一晚上吗？孙文明还在卧室的柜子里，还是我去卧室看着他吧。我们俩不能都留在这里，万一他在里边捣乱怎么办呢？干脆趁天黑把他转移了吧。我已经把处理的车开到楼下了，我们后半夜再想想办法。现在很多加班的人陆续回来，怕被碰上。行，那你进去吧，我在沙发上凑合一晚上。那你一定要摆出睡觉的样子，万一有人闯进来的话，你可以假装是从卧室里刚出来。放心，我听到动静就往卧室跑。哎呀，有得骗外人，有得骗孩子。唐一若还不知道死活，也不敢通过任何渠道去查他。还有海潮，到现在也没有消息。先别想这么多了，等跟老赵接上头就好了。按理说，老赵也该出现了。你这两天累了，先去睡会儿吧。你也是。睡觉。
安静点，否则我马上就要你的命。姓张，也怪我不信任你啊。我不怪您。我最早加入共产党，还去苏联上过大学，后来又干过国民党中统，现在又在汪主席麾下致力于和平建国运动。我林立行3亿其中，其实我信你，我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。即使今天相信了，明天也不一定相信。啊，悬的东西咱就不说了啊，不谈信任，只看现在，就事论事。我问你，什么时候你最困？啊？嗯？那要是熬夜的话，就是半夜3点钟左右最困，眼皮子都打架，睁不开那种。你回去吧。您还不休息啊？这经常熬夜可对身体不好啊。身体好有什么用？这世道再好的身体也经不起一颗子弹。那是。那您继续散步，我先回去睡了。主任，时间到了。已经2点半了。人都到齐了啊！到齐了，从南市调的行动队，绝对保密。杨俊平也已经到位了。开门。太君，他们已经出发了。嗨，嗨。俊平，开哪式车来的？哎，托主任您的福，买了个小玩具。高薪养廉，咱不用装穷，你日子过得好，我心里也高兴，是吧，飞兄？主任说的是。谢谢主任栽培。金平，问你个事儿，你能确定李正勋的尸体被推进去的时候是一连苦将？这个可以肯定，因为李正勋本来就快要死了，叶处长又给他来了一顿炒排骨，我是没救过来啊。方副处长给他打了一针，也没救过来。这个时候，他的表情是痛苦。后来呢？后来我就不清楚了，因为叶处长突然间跑过来，对着他胸口就打了一枪，我当时吓得就摔倒了。后来他什么表情我就没看见过。不过中枪的时候
表情应该还是很痛苦的。我明白了，把照片给我。哎，指挥尾号，收到信号破门而入，如果遇到反抗，除了方家树，其他人不必留活口。明白。我们走。动作放轻。来，谁呀？方副处长，我是郑飞雄，主任来看你了。李立新这个老狐狸果然来了。是会发现什么啊？柜子里藏着特务，屋子里还有孩子。飞雄兄弟，你让主任在门口稍等片刻，我穿上衣服收拾一下就过来啊，免得太失礼了。这个你会用，把他带到身上，去到孩子那屋里。同归于尽啊！孩子们在呢，孩子，你现在不能紧张，你必须要像买个菜一样轻松，明白吗？客厅里边有3把手枪，1支汤姆逊冲锋枪，10个人之内我是可以对付的。待会儿我会坐到客厅里对我比较有利的位置上，这个你不用担心。手雷的作用是敌人超过10个人的时候，那样我可能会牺牲。我牺牲之后，你记着要把手雷朝大门的上方扔过去，那样爆炸之后门就会被封住，你就有时间带着孩子们从小屋手的窗户跳到2楼的屋顶上，再从屋顶上跳到后边的河里边。河里边会有一条小艇，你只要一拉大火绳，小艇就会发动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快去吧。主任，抱歉啊，让你久等了。哎，主任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深夜来访，不胜叨扰，还望方副处长见谅。寅时乃人心最为脆弱之际，正适合掏心窝子。主任里边请。哎呦，弟妹休息了吧？啊，去到孩子那屋了，怕孩子不懂事出来惊扰了主任的大家。哎呦，罪过罪过！出云号荣归，美机关的礼物，我哪敢藏私啊？自然要跟兄弟们分享。哎呀，主任您真的是太客气了。方副处长不要怪我，
大白天出来想要杀我的人可能就高兴了。哎，和平建国何其不易，别人不理解，方副处长应该是理解的。当然，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。赵明先生的理想，我和主任还是有默契的。拿自己的性命和荣辱换来国家人民的安定，此等精神，不是谁都能够领悟的。必得将来享受到了和平建国之红利，渔民们才会幡然明白，不负少年头，各种滋味啊！知我者，家叔兄也。你在门口等我。是。主任，请坐吧。李正新的事情还没有了结，你们情报处还要加紧追查。他的家人，这样舒服点。谢谢。他的家人朋友很有可能还藏有线索。那是一定，必须要查的。据我所知，叶处长已经安排下去了。今天他为了取走李正勋存在汇丰银行的钱，居然跟洋人动枪了，害得我们红枫那边打了好几通电话。情报处资金有限，叶处长四处募集资金，也是为了大家嘛。为了大家，他那叫中饱私囊。哦，对了，李正勋的存款取出来了吗？怎么可能？洋人到什么时候都是洋人。在下不才，以前在太古洋行做过事情，银行里边有几个熟人，不然我给您问问看。现在？任何时候，李主任您都开口了，我必须第一时间做到。那你让我见证一下奇迹。小面虎，上海滩有一号的啊。もしもし藤名さん、ハーカジュです。すみません。リスさんの口座の預金はいくらですか？哦，ありがとう。主任，李正勋的存款不用取了。为什么？刚刚我电话里的这个日本朋友，就是汇丰银行的乡里，他跟我说，叶处长闹事之后，他特意去查了李正勋的存款。原先，在李正勋的账户里只有302块大洋，后来在李正勋出事之前，取走了300块大洋，所以现在账户里只剩下2块大洋，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折腾了。这就奇怪了。李正勋被捕的时候，身上分文无有啊，他的住处也没有搜到过。那300大洋去哪里了？既然他是杜鹃的手下，那这钱应该在杜鹃的手里。分析的对，所以说情报处还要方副处长来当家呀。叶星辰这个败家子，气死我了！哎呦，您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也不过就是在银行认识几个人而已啊。好了好了，我轻易是不服人的，现在我对你是服气了。不过我也有个小问题。主任，您说，你的这个日本朋友3更半夜的，怎么会记得李正勋存了多少钱呢？难道他记得所有客户的存款数字吗？我以前在银行做过事，这个我比较了解。客户是很多，他不可能一一都记得，但是有些身份特殊的客人，或者是
存款数额巨大的大客户，他还是能记得清楚的。哦，比如说像李主任您的存款，他就可能还记得。是吗？他这不是泄密吗？这可是违背银行职业道德的呀！他是不会直接告诉我的。举个例子，我要是打电话给他，问他李主任的存款有多少，他是绝对不会告诉我的。但是他会给我说一个大概的范围，在这个范围之内，有可能就有李主任的存款数额。那你打一个电话试试，我那点小钱还能让人记得，我倒是有点奇怪了。这不太好吧？还是不要了。没事没事，打一个，我也想听听。那我打？哎，是，那就得罪了。没关系。藤野さん、私の親友がお客さんの預金を知りたい。その中の10位までください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第10名，993万日元。9番は第9名。哦，第9名已经过1000万了。1039万日元。第8名，1123万日元。7番は第7名，1455万日元。你记着，要把手雷朝大门的上方扔过去，那样爆炸之后门就会被封住，你就有时间带着孩子们从小屋舍的窗户跳到2楼的屋顶上，再从屋顶上跳到后面的河里边，河里边有一条小艇。3500万日元。17番は4855万。哦，ありがとう，ありがとう。じゃあね。主任，您请过目。方处长，看来在上海滩有什么疑难杂症，还得要找你啊。汇丰银行大客户的存款数额你都能查得到，太不容易了。我不过就是有几个熟人朋友而已，最重要的还是因为有李主任背后的加持，这点小事算什么呀？谦虚了，我还有事要找你帮忙呢。你这一谦虚，我不好意思开口了。你有任何事情随时都告诉我，我随时帮您解决。好，我正好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讨论讨论。看看，笑得跟花儿似的，这明显就是在嘲笑我们情报处嘛。这口气我是咽不下去啊。确实有些好笑啊！我记起来了，当时叶处长想往他脸上开一枪，我当时想着人都已经死了，那就算了吧。真要朝他脸上开一枪，这个李正勋说不定笑得更欢了。主任说笑了，
不过呀，我得替这个李正勋说一句，他呀，还真不是想要嘲笑我们情报处。是吗？我最喜欢听不寻常的知识。方副处长，你说说。有些事情说穿了呀，那就真的是很简单。比如说变魔术，你要是知道它后边那些道道，你就觉得那是上当受骗了。这个在医学上啊，很好解释。人死了之后，这面部的神经还有肌肉是不会马上死掉的，一旦受到一些外部的刺激，就会自行产生一些变化，形成新的表情。方副处长给他的脸上来了什么刺激啊？凉水，我拿凉水给他擦脸了。一是温度的刺激，二是接触的刺激。方副处长对他倒是关爱有加呀，还给他洗个脸。我这不是没办法吗？我要是不给他洗脸的话，这拍出照片来就全都是血了，根本就没有办法入党。主任您是知道的，这管档案室的那个老白是个老古板，我这过不了他那关呀，是吧？说得对，希望我死的时候也能是个笑脸。方副处长，到时候别忘了给我洗脸呢。主任，您怎么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呢？您必须得是大吉大利啊！赶紧敲木头3下。敲木头，敲木头。这。好险，好险！我这杯子呀，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带回来的，这要是摔碎了，可就再也补不上了。长见识了，长见识了。主任，以后咱不吉利的话可不能瞎说了啊！您要诸事顺遂，大吉大利，万寿无疆。谢谢。走，好了，走，不打搅了。李正勋的案子，你和叶处长还要加紧追查，那是一定的。方副处长，留步，请留步。那我就不送了，主任再见。方教授的话你都听到了啊？死人的脸用毛巾一擦，就能变成笑脸了？方副处长所讲的理论上是成立的，但是实际上没有人能证明李正勋的笑脸是他用毛巾擦出来的。主任，刚才是茶杯盖掉地上了吧？不是您发出的信号，所以我就没冲进去。严格的说，也算是指挥信号了。对不起，主任，怪我，是我没让大伙往里冲。那您是什么意思啊？进还是不进？要是进，现在可还来得及。进去也不一定是错了，现在肯定是另一番倾向。四虎仓，这么晚了还有雅兴出来呀？剧院有雅兴，我就有雅兴。
好。俊平啊，哎，你家不是住在对面吗？不用回去拿车了，直接回家休息吧。谢谢主任关心，辛苦了。那我先回去了，告辞。他来这里干什么？不想死就夹紧了。走了。给我背影如钢铁，融入茧房，能护我身后周全。给我沉默的热血，潜伏在不能说出口的爱里。给我潇洒的卷路，文章悬崖，看我踢蛋走钢索。给我硝烟后的天晴，云很淡，天很蓝，陪你去看。骄傲的姿态，就算明天刀山火海，我也笑着说晚安。信仰的姿态，光辉我你于黑暗。你看太阳升起来，来自最幽深的海。你背后只顾着月光，往前走，不要回头。保持中